21岁的廖智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遇上了他人生的另一半。当时的他正处于人生非常迷茫的阶段，懵懵懂懂的状态让他非常渴望有一个可以让心活过来的归宿。虽然家人极力反对，廖智仍旧飞蛾扑火般投进了这段感情。但几乎是在与女儿同时来临的时刻，廖智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。他后来在博客里回忆道，原本是为了远离生命里的虚空和痛苦而走进婚姻，却也因为这段婚姻让我切切实实体会到了痛入骨髓的滋味。那我很想知道，在地震之前，你怎么去描述自己的婚姻的状态？我觉得地震前我的婚姻是挺盲目的，就是处于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。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，才22岁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些问题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对方出轨。然后我不知道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所以第一时间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我是选择做得更好，然后想要说，他可以觉得我做得很好、很完美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再做一些伤害我的事情。但是后来会发现，越是去这样子去做，对方会越觉得没有什么好珍惜，就一直呈现这种局面。我一直很努力，但是对方又一直没有能够体会。这个当中，我也需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。时间回到2008年5月12号这天，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强震，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廖智眼睁睁看着半壁楼房就在他面前塌了下去。随后，她和婆婆、女儿一起随着垮掉的房子被埋入了废墟中。剧烈的颤抖之后，世界一片寂静。廖智在黑暗中捕捉着婆婆和女儿的气息，但是听不到任何声音。每一秒钟都像一年，触手可及处就是女儿冰冷的身体。被埋在废墟中26个小时，廖智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。当时你的这位前夫吧，他有到废墟上来找你？他应该是很快就从外地回来，然后就在外面跟我有对话，但是他也很快就离去。说了些什么呢？他就一直询问我里面的情况，确定我在什么位置，然后他也问我孩子的状况。你跟他说了吗？孩子？没有说，但是他的妈妈就跟他说孩子没事没问题，但是就听不见声音嘛，所以他就可能他其实也是知道，就像我听不见声音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声音听得出来很落寞。然后他有委托他身边的一些邻居，我爸爸就说你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，一定要把廖智和我妈妈救出来，然后他就走掉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离开的？听声音，所有我们的认知都是靠声音，因为看不见。然后没有声音，外面的人也会说啊，就是他已经走了。我无法想象这种，我也无法想象。对啊，他的离去本身对当时在废墟里边的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？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重要，就觉得这个人他在或是不在旁边已经不重要。那我知道，其实当时你有一度是打算放弃求生的这个想法了。其实放弃是因为我身边唯一一个有气息的人都走掉，我的婆婆。我那一刻突然之间觉得，我离这一刻也很近。然后我不想要外面的人再白费力气，我也不想要再做过多的挣扎，就想就这样吧。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没有发出声音，也一直没有跟外面交流。就外面怎么说你都不回应？对，随便他们怎么喊，就是说你还在不在？廖智，你是怎么了？你睡着了吗？你是怎么？就一直这样，我也不理，有将近1个小时，对当时的情况来说是很长的时间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，我根本就已经像死了一样，完全没有一点，就心里像死一样的平静。就是因为我爸爸一直在外面，其实我一直听见他的声音，但是我也没有任何的
情感上的浮动。但是一直到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余震，其实在中间已经有好多次有人劝我爸爸不要在外面了，就是说肯定里面没有人还活着。然后在那个余震的时候，外面的人就开始冒火了，就是说你这个大叔怎么会这么倔强？你还在等什么？你如果出了事情，我们还要来救你。就一直在这样子想要拉他下去。我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给任何反应，然后我爸爸就在外面说：“我不会走，我不会走，我的女儿还在里面，我不会走。”反正就反复复重复很多话，我就听得很清楚，然后就眼泪就开始流下来，就在里面一直哭，然后就忍无可忍，就大声的叫起来，就说：“爸，就说你快点走吧，我睡着了。”那一刻突然之间就活过来，就像是被激发出来，我还有气息，我是一个活着的人，还有爱我的人在外面。为了爱你的人，你也要活下去。对，就想我唯一的孩子没有了，我真的很难过，很绝望。然后我就想到我爸爸已经60岁了，我是他唯一的孩子，他怎么能够承受余生？他怎么能够面对？就是那一刻，觉得自己真的太自私。如果放弃的话，就一定要好好的，一定要出去，让他看到我。